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found this massive black hole hidden among a galaxy cluster more than 3 billion light years away from Earth. The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is upsetting the apple cart. All of a sudden, we realize that we may have to rewrite all the textbook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It doesn't refute Big Bang cosmology or say we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探测到了可能是宇宙中已知最古老的黑洞。它通过解析极其古老的微弱光芒而实现。这一发现超出了我们对宇宙的现有理解。A small region of the sky with exquisite sensitivity and sharpness, and it can tell you what's happening, right at the beginning, right at the earliest times in our universe. 这6个最古老的黑洞被科学家们称为宇宙破坏者。这一发现引发了诸多疑问，似乎比科学家当时认为可能的要大得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黑洞，或它们是如何增长到如此巨大的规模的？这一发现尚待经过同行评审，仍有许多谜团等待解开。下面我们跟随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最新发现的最早期黑洞，一起来深入探索宇宙的奥秘。第一，通过韦伯望远镜理解黑洞。韦伯太空望远镜极其强大的相机可以将我们带回到时间的最初。在宇宙诞生后仅570百万年的年轻星系中心，发现了一个重达惊人的1000万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有趣的是，这个宇宙实体可能只是宇宙黎明时期存在的许多黑洞之一。大约在宇宙大爆炸后的1亿年，那时宇宙燃烧了10亿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黑洞，或它们是如何增长到如此巨大的规模的，仍然是一个谜。然而，研究人员通过预印本服务器 AR14 分享了他们的发现，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他们的工作线上待经过同行评审。主要研究作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天体物理学家丽贝卡·拉尔森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他表示，这是他们在大爆炸后的这个时间点发现的第一个，但应该还有很多。而且，这还不是全部。他们表示，这个黑洞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形成的，这意味着在宇宙更早期应该还有更年轻的黑洞存在。事实上，我们才刚刚开始能够以这种方式研究宇宙历史的这个时期，研究人员对韦伯望远镜发现的这些黑洞感到兴奋。说到黑洞，这些神秘的宇宙实体是由大质量恒星坍塌而形成的，并通过吞噬其路径上的一切来增长。我们说的是气体、尘埃、恒星，甚至是其他黑洞。研究发现，有些饥饿的天体巨物变得如此之大，吞噬它们的物质加热，发出可检测的光，将它们变成科学家所说的活跃星系核。活跃星系核的最极端例子是类星体，这些是比我们的太阳重几十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释放出的光比我们宇宙中最亮的恒星还要亮万亿倍。为了揭示这样的黑洞，天文学家将注意力转向天空，使用2台红外相机扫描韦伯望远镜的中红外仪器和近红外相机。这些相机还配备了光谱仪，可以将光分解为其组成的频率。正是多亏这些仪器，研究人员能够检测到光中的意外频率峰值，这对于研究黑洞非常重要。通过仔细分析宇宙早期年代的微弱信号，研究人员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事实证明，这表明黑洞周围的热物质正在向宇宙的浩瀚空间发送微弱的辐射迹象。事实上，黑洞在我们宇宙初始的突然出现仍然是一个大谜。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正在积极寻找甚至更年轻的原始黑洞。理论上，这些黑洞在大爆炸之后或甚至之前就形成了，然而它们尚未被发现。第二，黑洞是如何形成的？关于大爆炸后众多黑洞迅速增长的原因，有2个主要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它们是巨星遗留下来的残骸，这些星体比现代恒星形成的更快。另一种理论则提出，密集的气体云快速塌陷，从而产生了我们所知的空间时间起点，即黑洞。然而，研究人员指出，要在银系中直接崩塌成一个黑洞，需要大量的物质。尽管这种过程不太可能，但考虑到观测的有限时间，这个过程会更快。另一种更可信的情景涉及到3代恒星，一种早期宇宙仅由氢和氦组成的恒星，
在大爆炸后约2亿年爆炸，然后变成了黑洞，迅速吸积物质，有时甚至超过稳定速度，体积变大。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黑洞的大小是否有极限？科学家发现，即使是拥有强大引力的黑洞，以至于连光都无法逃脱，也有理论上的大小极限。已确认的最大黑洞碳618大约处于这个极限，质量惊人，大约是我们太阳的400亿倍。想象一下，一个如此巨大的黑洞，如果放在我们太阳系的中心，当你到达冥王星时，你只不过离黑洞中心到其外缘的5%而已。碳618的半径超过1000个天文单位。以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作为一个天文单位的标准，碳618距离我们超过182亿光年。仰望夜空时，它位于鲸鱼座和后发座的边界上。这个宇宙巨人最初在1957年墨西哥 Tonantzintla 天文台的一次调查中被误认为是一颗暗淡的蓝色恒星。后来，当天文学家检测到物质螺旋进入其深渊时产生的强烈辐射时，被确认为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一辐射为类星体提供动力。碳618是宇宙中最明亮的物体之一，其发光能力相当于140万亿个太阳。但尽管如此明亮，类星体在望远镜中看起来却是微弱的光点，最初是通过其强大的无线电发射被识别出来。这些超大质量黑洞通过与其他黑洞的合并和不断吸收周围物质而增长，但吸收速率在决定黑洞大小方面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宇宙吸尘器在特定时间内只能消耗特定数量的物质。这其中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当物质落入黑洞时，它会释放辐射，形成类星体。然而，这种辐射会加热物质，起到一种自我调节的作用，防止快速吞噬。天文学家通过将吸收速率乘以宇宙已知的年龄来估算黑洞的最大质量，得出的数字大约是500亿太阳质量。但这只是一个估算，可能还有其他更奇异的机制产生大型黑洞，比如早期宇宙中大块暗物质的直接塌陷。这意味着可能存在着更大的黑洞。韦伯太空望远镜确认了这一点。第三，韦伯太空望远镜对黑洞的研究。与 Mary 团队合作的研究人员旨在检查遥远星系的光线，以寻找更强的特征签名，为神秘黑洞的形成提供额外的见解。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开创性发现可能会改变一切。它探测到了迄今为止最遥远的主动养育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个相对较小的黑洞相当于约900万个太阳，挑战了我们对宇宙的现有理论。这次观测发生在宇宙演化早期释放科学调查期间，重点是星系 CERS-1019，当时宇宙大约有5.7亿年历史。德克萨斯大学的史蒂文·芬林领导的团队还在大爆炸后的10亿到11亿年和4.7到6.75亿年的宇宙历史中识别了2个黑洞和11个星系。芬林强调说，由于韦伯望远镜的能力，从理论研究到精确测量的转变，这是我们对早期宇宙实体理解的重大进步，尤其是自从韦伯望远镜发现 CERS-1019 中心的黑洞重约900万倍太阳质量以来。虽然这似乎非常巨大，但其他超大质量黑洞可以增长到数十亿倍太阳质量。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大小适中的黑洞在早期宇宙中的存在让科学家们困惑。超大质量黑洞增长的常规过程，如逐渐增大的黑洞之间的合并或积极吞噬周围物质，在理论上需要的时间比这个黑洞拥有的5.7亿年或更长时期。即使是像银河系核心那样大约450万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在理论上也应该只出现在相对接近和较近的宇宙中。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博士生丽贝卡·拉尔森在解释这个遥远物体的观测时，将其比作检查从我们附近星系中收集的黑洞信息。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早期宇宙中存在这样的超大质量黑洞，但直到2022年中期，韦伯望远镜向宇宙展开其红外探索，才出现了确定的证据。来自黑洞 CERS-1019 的光辐射表明，它正在积极地吞噬周围的物质。这些喂养中的黑洞被旋转的气体和尘埃环绕，形成了光盘。黑洞的引力不仅加热了这些物质，使光盘明亮发光，而且强大的磁场还将物质引导到黑洞的极点，
有时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被喷射出去，形成一对极为明亮的喷流。更仔细地检查黑洞发出的强辐射，可能揭示其宿主星系增长的速率，这可能为神秘的星系历史提供宝贵的见解。研究共同作者詹汉·卡塔尔泰佩建议，星系合并可能部分负责推动这个星系黑洞的活动，可能导致增加的恒星形成。第四，韦伯望远镜发现的巨大星系。天文学家利用韦伯望远镜的数据，做出了一项颠覆性的发现，挑战了我们对宇宙早期的理解。他们发现了看似来自宇宙早期的6个庞大星系，这些物体如此巨大，一旦被证实，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星系起源的看法。最近的研究结果让我们一窥130亿年前的宇宙状态，那时它只有现在年龄的3%。令人惊讶的是，就在大爆炸后的5亿到7亿年内，这些潜在星系看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的银河系一样成熟。研究揭示，这些物体中的恒星质量都是我们太阳的几十亿倍，其中一个可能达到了惊人的1000亿倍太阳质量。作为比较，我们的银河系包含大约600亿太阳质量的恒星。研究的共同作者，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的天体物理学家艾里卡·尼尔森对研究结果表示惊讶。他指出，银河系那么多恒星的实体出现得如此之快，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通常的预期是这样的结构发展需要更长时间。最初，科学家们预计在早期宇宙中主要会发现小型年轻星系，然而宇宙破坏者的发现颠覆了这一预期。这些可能迅速成熟的潜在星系引发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研究的主要研究员，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的伊沃·拉比承认存在未知因素。他提到，让这些巨大物体如此迅速成熟的过程尚未完全理解。与流行的宇宙学理论相反，目前认为星系是从小型恒星和尘埃云逐渐形成的。这些新发现的物体由于其巨大的体积而颠覆了预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兼研究的共同作者乔尔莱加指出，这一发现揭示了宇宙历史早期就开始了大型星系的形成，这颠覆了许多人认为已经确定的观念。与此同时，诺丁汉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艾玛·查普曼认为，如果这些发现得到证实，他们可能会重塑我们对早期宇宙的理解。他建议，大爆炸后不久发现如此巨大的星系，挑战了黑暗时代的概念，并暗示恒星形成可能比之前认为的要早得多。简而言之，研究人员承认，这些物体中的一些可能被超大质量黑洞遮蔽。图像中看似恒星光可能实际上是被这些神秘宇宙实体的引力吸引的气体和尘埃。这个谜团加深了，使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渴望解开这些早期宇宙异常现象所蕴含的秘密。根据未参与该研究的英国哈特福德大学的天文学家艾玛·柯蒂斯·莱克的说法，黑洞的早期形成和增长仍然是天体物理学界的一个谜团，但他认为这与宇宙学并不矛盾，而是需要深入新物理学来理解它们是如何形成和扩张的。关键缺失的一环是，直到现在缺乏相关数据来验证他们的发现。为了验证这些发现，研究人员可以捕获被识别物体的光谱图像，提供关于它们在早期宇宙中的年龄的洞见。在早期宇宙中，星系看起来高度红移，表明它们发出的光在前往地球的过程中被拉伸。更高的红移值意味着更多的拉伸，表示被观测到的星系距离更远，年龄更大。未参与该研究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伊桑·西格尔向 CNET 的埃里克·马克解释说，光谱学可以确定这些潜在星系的真实性，它们可能是真正像看起来那样古老的高红移候选者，也可能是来自更近期的本质上发红的星系。尽管承认需要进一步的观测来验证这些发现，拉比强调，他们发现的质量表明，我们宇宙这一时期已知恒星的质量可能是之前估计的100倍，即使我们只有这么多样本，这仍然代表了一个显著的转变。第五，新超大质量黑洞的发现。天文学家在被称为 UHC-1 的星系中，发现了一颗距离地球超过130亿光年的新超大质量黑洞。事实上，它被认为是目前确认的最古老的黑洞，
质量相当于该星系中所有恒星的总和。这个天体奇观被准确地定位在大爆炸后仅 4.7 亿年，它揭示了一个关于年轻星系中超大质量黑洞早期存在的宇宙之谜。为了揭开这些巨大黑洞的奥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早期宇宙中两种类型黑洞的区别：恒星质量黑洞和超大质量黑洞。恒星质量黑洞的质量范围在10到100倍太阳质量，而超大质量黑洞则不夸张地说，有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倍重。谜团在于理解这些巨兽是如何在几乎所有星系的核心，包括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中的。虽然 UHC1 的发现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解答，但强烈表明这个超大质量黑洞并非逐渐增长，而是一开始就巨大，至少对于这个星系来说是这样。通过利用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和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数据，天文学家进行了宇宙考古学的研究，分析了宇宙诞生后大约4亿年的古老光线在 X 射线和红外光谱中的表现。观测结果表明 ，UHC 一核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与该星系的整体质量相当，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UHC1 的超大质量黑洞之所以不同，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巨大的质量，还因为它被归类为外围黑洞。这是由耶鲁大学的科学家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这样的黑洞可以由大质量气体云的崩塌形成，而这一发现为该假设提供了支持证据。这一发现是对早期宇宙的开创性研究过程的最新补充，得益于钱德拉、哈勃和韦伯太空望远镜等先进望远镜。随着这些仪器开始科学运行，人们期望揭示我们浩瀚宇宙中更多迷人的方面。探索之旅并未就此结束，现代望远镜如泰斯 TESS 及开普勒的继任者已经提升了它们的性能。第六，新超级地球和 TESS 的发现。TESS 0日系外行星调查卫星，专为探测系外行星而设计，通过改进的行星狩猎方法，已经发现了8颗潜在的超级地球。这些新发现的候选星球不仅因其体积引人注目，其中6颗位于各自恒星的宜居带内。然而，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宇宙海岸这一概念，作为一个温和的警示。这一概念提醒我们，恒星的强大辐射，尤其是 X 射线和紫外线辐射，可能会随时间侵蚀掉行星的大气层。无论行星是否位于宜居带内，宇宙海岸的概念强调了这些遥远世界宜居性的微妙平衡和挑战。宇宙之旅将揭示更多关于我们宇宙复杂性的启示，也为这些望远镜继续扩展我们的理解。宇宙海岸作为一个重要的边界，区分了保留了大气层的行星和由于恒星持续的 XUV 辐射而失去大气层的行星。在8颗识别的超级地球中， TOI771b 和 TOI45559b 位于这个宇宙界限的积极一侧。这2颗超级地球因这些有希望的发现而成为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深入大气研究的焦点。科学家们急切地想要一窥韦伯太空望远镜可能揭示的内容，因此采取了主动的方法，模拟了所有8颗超级地球的大气。模拟结果令人着迷，显示了二氧化碳、水和最重要的甲烷的存在。虽然甲烷仍是潜在的生物标志物，但其确切意义尚不明确。在任何系外行星的大气层中检测到甲烷，将极大地提高我们对其存在的理解。为了确定甲烷是否真正作为生物标志物，需要进行韦伯太空望远镜验证的现实世界观测，并涉及光谱分析。最近对 K2-18b 的研究，这是一颗质量是地球6倍的巨大系外行星，利用 NASA 的韦伯太空望远镜进行，产生了令人兴奋的新发现。地球大小的 K2-18b 被望远镜发现含有碳基分子，如二氧化碳和甲烷。根据这些研究， K2-18b 可能是一颗行星的卫星，其表面覆盖着水的海洋，大气层富含氢。但这是否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还是研究人员错了？需要更仔细的观察。NASA 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提供的一些初步信息，关于 K2-18b 在宜居带内的大气特性。这些观测促使进一步调查，重新塑造了我们对 K2-18b 系统的理解。像 K2-18b 这样的系外行星，它们介于地球和海王星大小之间，
围绕一颗名为 K218的凉爽矮星，距离狮子座120光年，在宜居带内，与我们太阳系中的任何行星都不相似。这些行星可能是寻找地外生命证据的有用地方，使天文学家非常好奇。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存在，加上没有氨的证据，支持了 K218b 可能在富含氢的大气层下有一个海洋的假设。韦伯望远镜的观测暗示了二甲基硫的初步迹象，这是一种仅存在于地球上生物中，主要由海洋浮游植物释放的分子。然而，需要进一步的韦伯望远镜观测来确认 K218b 中 DMS 的推断，这应该澄清其在系外行星大气中的巨大存在。希望未来激动人心的发现不会让人失望。毕竟，研究团队正准备使用望远镜的 MIRI 仪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巩固他们最近关于 K218b 的发现。鉴于这些发现， NASA 也急切地希望了解更多关于这个系外行星的环境条件，特别是由于预期 K218b 和附近的 TRAPPIST 星系将提供更多信息，标志着科学和人类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的开始。科学家们正热切地等待这些发现结果，但关键问题是，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最终能看得有多远，以帮助我们理解浩瀚的宇宙。